大家早上好，我们早5分钟开始今天的节目。主要是 SpaceX 的动作太快了，所以今天早一点。对，这边有美女看哈，我们就不听他说什么了。对，还是由于以前直播的时候都跟大家提到过的原因，就是有可能他一旦播放音乐，我们就涉及到版权问题，所以我们就不播放声音了。然后我会在这块儿随时听他这个后面的声音。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的应该是 V3版的星链卫星，大概。因为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次发射的时候带的是20颗真正的这个 V3版的星链卫星。是，这应该是 V3版卫星第一次被发射。以前发射的都是模拟星、模拟载荷。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在天上飞的应该是叫做 V2 mini， 就是它为了适应猎鹰9的运载能力，然后专门有 V2 做了裁剪，那就是 V2 完全版以后实际上就不会有了，以后就可能就都是 V3 了。我估计是这样，星舰如果要是真是成了的话 ，V2 的这个完整版的可能就不会再有了。V2 版的正式大概是1800公斤左右，那颗星一颗星重1.8吨，1.75吨。那 mini 呢就只有0.8吨左右，就相对小多了。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星的个头越大，重量越大，那它的通讯能力就越强，所以我们肯定是希望它的星越重越大越好。但是限于火箭应力，你又得把它做的比较小，所以这个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本身就是矛盾的。他在说有了星舰，里边是两个什么 backfall dishes 是什么东西？没准太阳能电池板前面那段，它前面那个啊，那算了。就是他在讲他这个卫星4边有4个圆饼，刚才是。我试试把屏幕放大点吧，因为我现在用的屏幕很小。是。行。这一次发射呢，反正一方面是他自己一开始给的这个网站上的北京时间是晚1小时的，但是我们俩最后还是决定说，早1小时开始吧。而且到昨天下午啊，土拨鼠还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他们还没堆叠呢，这上面那火箭还没弄到下边去呢，上面的飞船还没弄挂在下面那个火箭上呢。结果其实还是挂上就开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这个是超级进步，这有可能是第一次啊，这么大型的火箭，然后在这么短的堆叠了之后，这么短的发射间隔周期之内，然后就执行发射。实际上，我觉得 SpaceX 这次可能是故意的，因为我就包括这个聊这个，我做了好几期节目聊，比如这个网系回收啊什么的，长征10号乙的网系回收，我就谈到，实际上我们搞火箭复用也好，搞火箭回收也好，搞火箭复用也好，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就是实现火箭的快速发射。那快速发射它是一系列的工作，这里面就包括回收过来的1子级，我快速的对接2子级，快速对接载荷，然后呢再快速发射。那这次星舰的这一次对接之后，这个应该你说的是昨天晚上下午，实际上是什么呢？应该是到美国中部时间到这个昨天早上，美国中部时间的昨天早上的时候，堆叠还没堆叠上，就是然后堆叠好，大概是最快可能也就是5、6点钟的时间了，天气刚亮，天刚亮，堆叠上。然后到今天下午，这个美国中部时间的是5点45发射，整个时间可能是在12个小时左右，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这是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星舰以前堆叠后就进行发射的周期已经算短的了。我不是指那个什么延期不算，只是算它第一次规划发射的时间。这个时间的话，大概都得是2天左右，甚至更长4天。那抱歉，那这次它直接就是等于控制在半天左右的时间，这就是为未来快速发射做准备的，没有别的可说的。这个应该是它的算力1号，应该叫 AI1这样的一个卫星，就是以后要去做这个算力的，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跟太阳能板垂直的一个散热器。对，散热，咱们以前不是也做节目讨论过吗？可以到时候再讨论。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反正最少以现在的技术，太空算力中心和地面的算力中心的优势相比，可能并不是很大。是，对，就是原来咱们讨论的时候是把这个散热板藏在后边，人家现在说，哎，我给你做垂直了。我设计成藏在后面，本身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还要躲避地球的辐射呢。对，因为太阳到地球附近的辐射强度大概是1160瓦吧，1060瓦还是1160瓦，我忘了啊，大概是1100瓦左右吧，1100瓦每平方米。而地球因为卫星离地球很近，所以在那个位置，地球上的这个辐射强度，热辐射强度可能也有个300瓦左右，红外辐射，只不过它是红外端。是。我的观众问这次是返场还是降落？首先这个老洪，这个你描述的应该是超重是返场还是降落？另外呢，我告诉你，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不管是最后降落也好，被筷子回收也好，都是返场，因为它发射之后，它会飞回到，即便是降落的话，它发射以后，它也是飞回到发射场附近，它是降落到美国湾嘛。降落到美国湾的话，这个实际上它，相比于它飞出去的距离，它离发射点是更近的，所以这还是一种返场。这是相当于是返场降落，就是因为我前面做了几期节目介绍这个回收，不应该以海上还是陆上来划分，应该是先是以返场还是这个航区回收来划分，所以这是我的老观众，所以他有这一问，有这个问，等发上去，然后中间空档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中国做的这个网系回收和猎鹰9以及超重星舰这样的回收到底有什么差异？这个不太着急，因为现在还有10分钟、11分钟就要飞了。对，然后大家看现在加重，现在这块显示的推进剂的加注量，那已经超重这块已经加到70%几了。那飞船那边基本上都快加满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让我感觉就很震惊的，我以前也跟大家强调过，就是它这个加注时间你比方说以哪个呀？以这个飞船的甲烷超重的甲烷加注吧，是在发射前35分钟才开始加注的，但是现在刚才我们就已经看到已经加注到90%几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加注短时间内，因为它的推进剂量很大嘛，推进剂量，比方说如果要是3600吨推进剂，甲烷的推进剂的量就应该是500多吨，也就是用了大概20分钟时间，它就把500吨推进剂给加注进去，这是低温推进剂，就这个技术，恐怕我觉得也只有 SpaceX 有。现在其他国家可能都没有，国家公司都没有，所以这一个是等于我们现在这次看就2次快速了，一次是堆叠之后快速发射，
还有一个就能够看到它这发射前的这个推进器的加注的这个快速，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为未来航班化发射做准备的，都是在为航班化发射做准备。因为马斯克还吹了一个牛，说一年要发射100万吨呢，一年100万吨的话，一天就得好几颗上去。100万吨的话，这个到时候咱们再慢慢算吧，现在直播算不出来。但是就是说100万吨载荷想一年发射，那反正马斯克说的他有真话，而且呢就是有些他可能说的有一点这个大嘴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些是真的。我觉得这像什么100万吨这些的，你可能可以按照那个考虑，要晚一点，比方说50年之后或者是什么之后，不是近未来的事儿。是，对，这个咱们说一下内部叫埃隆时间吧。你说。对，咱们说一下这次的星舰这一块的这个13飞的几个比较关键的看点吧，好吧？好。首先我就是说啊，这次的飞行实验实际上除了发射那个这次带的是真的星链卫星之外，那么其他的应该我觉得就是一次12飞。所以我们要首先看一下12飞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它相当于因为有一些12飞表现不好的地方，所以13飞想给它重演一下，只不过这次把星链卫星换成了真的星链卫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这样。那这里面第一个异常现象，星舰12飞的时候，就是在起飞1分42秒之后，我们看到就有一台发动机异常关机了。就是超重上有一台发动机异常关机了，这个发动机最后一直到分离的时候都没有再次点燃，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异常现象。我们知道啊，12飞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重大的失败，就是最后超重那个爆炸了，在空中爆炸了。那我感觉有可能和这个发动机异常关机有关联，我只是说可能性啊，这是存在很大可能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块就是在这个超重和飞船分离的时候，分离之后超重再做一个，不是它要空中翻转嘛，做个 hover 嘛，翻转过来。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从屏幕上能够看到它发生了一次，就是在这个超重的发动机这一部分可能发生了一次小的爆炸。我这儿有一小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等会儿啊，看，这还是太快了。再看一下，就是看啊，等会儿，我现在把它放到0.1速，看到了吧？爆炸了，火焰出现了异常，这是这个也很可能就是说最终导致这个超重没有能够按照计划飞回到墨西哥湾去降落，一个更大的可能就是这次的爆炸，这是第二个异常。然后第三个异常是什么？第三个异常就是在分离之后，那么分离前大概即将分离前吧，分离前的3-5秒钟时间，我们知道星舰是热分离的，所以上面级飞船的发动机就已经点火了。点火的时候，6台发动机都是正常工作的。那么分离之后大概又过了30多秒，那这6台发动机里面就有一台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也是异常关机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屏幕上我红色箭头指示的这台这个猛禽发动机，这也是后来
飞船就星舰飞船没能够进行空中这个在轨再点火实验的一个重要原因，很重要的没有进行那次实验，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这次要补充做这个在轨再点火，所以总的来讲，这就是等于星舰13飞这次飞行的时候就要把这几件事儿做好，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这次星舰13飞的这整个这个飞行时序，那么就是可以看到，首先我说了这几个推进剂加注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它的时间大概有多短。你像超重带了3600吨推进剂，有甲烷有液氧，按照基本4:1的这个比例，你算一下它们的这个流量有多大，你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难度有多大，能感受出来它的难度有多大。另外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是飞行起飞后的，上面是起飞前的。那下面这一块我们最关注的可能包括几部分，一个是超重最后的这几次点火是不是正常，就是在6分多钟的时候，这是超重最后降落的这一段。我们应该关注，然后呢，大概在16分钟的时候开始释放载荷，38分钟左右的时候开始进行在轨再点火实验，然后最后星舰最后的降落过程，星舰飞船的降落过程，那上次已经能看出来它的飞船的热防护改进的已经很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次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大概主要是这几个事儿。咱们切换到现场吧，这是我抓住发射前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现场哪儿去了？这个吧，最后一个吧。这个，第二个。行，现在推进剂基本上都加满了，还有2分钟。行，这个时间对用的还可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想聊的，就也可以直接把你们想这个询问的话题啊什么的打到屏幕上啊。在发射前30秒、负30秒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停顿。那么在那个时候，现场指挥会跟各个系统再次确认一下。所以，如果待会儿30秒的时候出现了停顿，大家不要觉得很异常，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咱们也看了10几次了，这个习惯了。对，但是从天气角度上说，应该不会说突然就彻底卡住。我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最多你只是看发射场这么低空的这么一点儿，它要整个飞行过程中的，还包括落区的，还包括最后这个飞船降落的时候那儿的天气也要好，所以这是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过程。是。现在一般多久发射一次？马斯克讲的今年应该是每个月发一次。啊，那就是属于有点放大化的，那就属于有点放大化的。你现在属于研制阶段，其实一切都不好评估，它过程中可能碰上某个阻碍，某个课题要解决，问题要解决，那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能会被延迟多拖一下。现在倒计时就已经停在这儿了，现在倒计时1分钟就已经停在这儿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在火箭发射，特别是试验发射的时候属于常态了啊。走了，挺好，继续往下走了，继续往前走了。现在大家想看还有几分钟，看屏幕左上角那儿显示的时间呢。34啊，我们看啊，30它会不会停？哦，没停。哎，不对，
啊，在下面了。对，它做一个切换，看来这次能走。不错啊，不错啊。是按期发射。按期发射。9、8、7，喷水了。这个对，发射系统喷水了。OK， 走了。注意左下角啊，注意发动机工作状态。它现在数据传过来的好像有一点延迟。不对呀，不太对。不对。它画面的事儿吧？不是，它没起来，发动机都停了。没起来吧？没起来。还真是没起来。耶？什么情况？底下有火。哎，没有，是反光。你听听那边说什么了？我在听，你先跟大家。对，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发动机闪了一下，然后就通通关机了。关机了，关机了。对，而且这是加满了燃料的。对，这个很吓人。这也真是第一次遇上。我记得有一次啊，那个中国90年代吧，中国有一次是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吧，好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时候准备发射，也是起飞的时候临起飞前有这么一次临时关机了，临时说也不叫啊，叫表现着看出来是临时关机了，然后后来。当时中国网上的那个那时候网还没有，就是媒体上的新闻，就是说中国航天掌握了一项世界上都没有的技术，就是我们能够临时关机，发射没成。现在倒计时12小时了。行，今天的发射看来是不会放了。不是长征10号乙，是长征3号几，我忘了。长三甲还是长三乙？长三甲，可能是长三甲，我记不太准了。就是那次特别有意思，最后实际上它是出了很严重的技术问题，根本就不是有意关机的。但是 SpaceX 这次可能是有意关机的。它所谓显示12小时，大家不用再认为它是12小时了，那个12小时应该是做不到的，12小时之内应该是没有这个实现这么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切换画面吧。好的。应该是没有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他们那边的直播也停了。而且这次的这个问题，应该我觉得不是那么短时间内好排除的，可能这个延期的时间会比较长了。这个他们前面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前面的有点太赶了。我个人感觉这次是比较赶，就是以前的话，第一它透露出来的消息不多，第二它是5月份嘛，5月20几号才进行的。这个12飞，然后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搞13飞，这对于如果你的这个就是 V3 版已经比较成熟了，可能还好。现在 V3 你也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次是显得比较这个仓促，让人感觉比较仓促。好，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正好把前面。咱们做网系回收的这个事情稍微补一补啊，土拨鼠的观众们可能反复听过好几次了，老范的观众呢可能还没有真正比较过，就是很多人还是会想去比较一下咱们的这个网系回收跟猎鹰9的这种支腿回收啊到底有什么区别。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正好趁这个时间跟大家唠一唠。网对，系回收，好，你说。行，没事，你说，不是我说啊，网系回收主要就是因为前2天那个长征10号乙的这件事儿嘛，没事，你继续。对，是因为这个一旦回收回来以后呢，国内肯定就开始炒了嘛，我们又遥遥领先了，对吧？这个网系可以把支腿的重量省掉啊，又如何如何，这一大堆这样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要把这个到底回收这个地方看什么，对吧？以及网系回收上我们看到的上面在冒烟啊，挂起来以后在那咣当啊，这些事情呢，把它捋一捋，到底谁强谁弱，或者说差在什么地方，咱们还是找专家来去给大家解释。因为我前面直播的时候也说，哎呀，赶快去找土工，然后咱们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说行，这个没问题啊。本来就想着趁着今天这个时间点啊，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说一说。行，这个我觉得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首先要知道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009火箭，它的起飞重量是550吨吧，大概是550吨。你觉得它那个支腿能有多重？就算上控制系统啊，算上它的控制机构，我们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系统来算的。它一个支腿，算上它执行机构等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300多公斤一个支腿。4个支腿满打满算1.6吨。009火箭的起飞重量大概是这个550吨，其中一子级算上推进剂重量，就是全重，一子级的全重大概是450吨。所以你省下的支腿的确省了，这句话没问题。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算，这个支腿在整个火箭一子级的重量的比重占多少，它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你大概就能有个体现。就它占几%，那原来16.5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再加上这个几%就完了。这是大家第一个要搞清的事儿。第二个，大家比较容易搞混的，也是现在大家都不太我觉得啊，网上几乎就没有真正能区分清楚的，就是老是在说陆地回收、海上回收，还是海上回收、无人船回收，老是在讨论这个。其实这个根本不重要，就是说你划分的时候，你比方说一个人，比方说是我们先说这一个人吧，要在中国国内，一般先说你是哪个省的人，是吧？然后再说具体是哪个地方，大概是这意思。除非你那地方特别有名，你比如什么青岛啊、大连呀，那不挂省名，要不然的话你得挂个省在你的上面。那划分这种回收方式的时候，如果要是直接就来提海上回收和陆地回收，这也就跟我直接我说我是哪个村的，你听不出来我到底是哪儿的，这是一个概念的。我们得先看它的大的划分。现在在屏幕上就是 SpaceX 它的包括星舰也好，包括009也好的4种使用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左上角的这个009火箭1级不回收的。1级不回收的情况下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不用留推进剂给这个用于回收，所以的话它的运力最大。我们看009号火箭，它不回收的时候，它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就是22.8吨，这是不回收的。那回收的话就是右上的图，左下的图和右下的图。回收我们先看009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都是海面回收、无人船回收，在海面上一子级带着支腿落到海面的无人船上，这种回收方式。所以你看，典型的飞行轨迹是分离之后，一子级只是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舰体在空中做一个转体动作，由原来的火箭的前部或者一子级的头部朝着飞行方向，变成火箭的尾部朝着飞行方向，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飞行方向落到无人船上，这是它的特点，对吧？那我们看这个左下的这张图，
左下这还是009，但这个009它是陆地着陆场回收。SpaceX 的009号火箭的这个陆地着陆场，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建在了发射点的旁边，都在佛罗里达州，都在佛州，可能离它的发射点位大概只有几公里远。所以009号火箭要想回到这个发射场，那它的一子级在和二子级分离之后，它就得在空中做一个翻转，掉头沿着原来的飞行方向的相反方向再飞回去。同样，我们看，右下角的这是星舰的这个回收方式，星舰的超重最后飞回来，它就做得更极端，它掉头飞回来之后，直接飞到发射点上，用快速回收。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就能看出来，最少在 SpaceX 这一块，那它有2种回收，大的划分啊，有2种回收方式，一种就是在这个飞行方向大致不变，这个我们叫航区回收。另一个是飞回来要在空中做一个掉头，这个叫返场回收。这2种回收方式在飞行控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飞控的要求也不一样。显然返场回收的飞控要更难。然后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你比如去年那个朱雀3进行首飞，想进行这个一子级的回收实验，然后没有成功。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然后1、2级分离之后，1级也做了这一个摆尾动作，把尾部摆到前面，然后航向没有变，还是继续向前飞，然后落到地面的这个着陆场，就是这个意思。就大致的航向是在分离之后是没变的，它有可能在横向上它可能有一点偏移，这个待会儿咱们可以详细的聊啊，为什么有偏移可以详细聊。然后但是它的总体航向没有变，落到陆地的这个着陆场上。所以你看009的火箭，它的这个航区回收是在无人船上，然后呢朱雀3火箭它的航区回收就在陆地上了。虽然朱雀3也是在陆地，但它和009的那个陆地回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应该更接近于无人船009的无人船回收，本质就是这个。那我们再看长征10号乙的那个回收，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返场的，所以它是实际上它应该划分，应该是先把这个大类它是属于航区回收，这一点先搞明白。然后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它的回收方式，就是说它具体的着陆方式，像009这类的就是有支腿，叫支腿回收，对吧？包括新哥伦，包括朱雀3。然后呢，像星舰它没有支腿，但是它有2个成立之作，所以那个就是可以用筷子来回收。这是第2。然后呢，你像这个长征10号乙，那它就等于舰体上装了4个挂钩，然后我回收装置再搞复杂点，搭出4个塔来，然后中间连上钢索，用你挂到钢索上。这是等于就是这叫网系回收，这等于是第2层，然后再去看到底是海上还是陆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划分。了解，分层级的。第1层是航区还是返场，第2个层是具体的着陆装置是支腿还是筷子还是这个什么别的，网系是吧？对，网系。然后第3个这就是朱雀3的这个着陆场嘛，首飞的时候的这个着陆场，它实际上还是在航区下面的，就差别是这意思。所以第3个才是就是船还是陆地，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所以的话，你比如就有些人问网系能不能建在陆上，没问题啊。但待会儿咱们可以说网系建在陆上啊，我现在就说吧，网系建在陆上大概有什么问题？其实是这样的，相对来讲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你比如像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星链卫星它的轨道的这个和的轨道平面，不同组的星链卫星它的轨道平面
和地球赤道的这个夹角是不一样的，我们叫轨道倾角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每发射一个不同倾角的这个轨道的时候，火箭起飞之后那个射向发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航迹回收，如果比方说我本来这个着陆场正好在比方说我0度倾角的这个或者说比方说是20度倾角的这个方向正好在28度倾角的这个航向的下方，那如果我发射一个40度倾角的时候，40度倾角轨道的卫星的时候，那我40度和这个28度就差了12度。所以实际上这时候这个1、2级分离之后，我要么就是说在这个就40度倾角这下面再建一个着陆场，要么就是分离之后，那我这个1子级还要做横向的这个移动，改变它横向的飞行方向，然后最后落到地面的着陆场上，这又对飞行控制有了新的要求。009现在能做到，009现在基本上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要是无人船的话，实际上就好办得多。无人船我把那个船给它调到那个位置去了。对，所以对大致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好多特别复杂的问题，那个得专门再做节目谈。但是就是说，大家只要知道，第一个，如果要是你不是专门搞航天的，又不想了解特别深，你就只知道，首先区分不是海洋陆地，首先区分是航区还是返场有高法。你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就是火箭飞上去以后，能少做一个动作就少做一个动作，做的越多，这事儿就越复杂。做的越多越复杂，出错的概率就越高。是，就是尽量躺平，只干基本的活。就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然后呢，动都不要动，最后下来的时候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落在船上或者落在地上了。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对，然后这块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从这个我来看啊，实际上我们可以把1子级从分离之后到最后着陆，分成两段，从飞行控制上来讲是飞行2段。第一段就是什么是返场还不返场，这是一段，这是一个飞控程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飞控程序来控制。另外一段是最后降落这一段，中间这个过程大家也差不多。中间这段差不多，那最后降落这块又要一个独立的这个飞控程序。那我们在比较，待会儿要比较，比方说网系好还是支腿好还是什么的时候，可能就要看到后面那段了。就前面这段首先是肯定是返场更复杂，后面着陆的这一块到底是陆地啊，是支腿啊，还是网系啊，那个是等于后面那段程序控制的事儿。是。我看刚才有人说是液压销未能缩回，导致塔壁在起飞前被锁定了。就是今天咱们看的这个，那是发射系统的事儿了，那是发射系统的事儿。我前几天刚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这个文章，发了一个视频，在讲那个同步性。而且我在说那个同步性的问题很重要。等会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它不光是 B， 实际上还有一个机构我看着更信任。你先跟大家聊，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下我在 X 上的视频。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再看它下一次什么时候飞吧。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回收的事情啊，所以回收第一个比的不是网系还是支腿，也不是在船上还是在地上，而是它飞起来以后到底是直着往前飞，还是稍微做一个机动啊？做完机动了以后呢，是回到这个发射场附近，而到了这个星舰这个呢，就是直接要回到发射场，最后用一个非常精准的筷子去把它接住。因为你要上筷子的话，一定要很准，而且
一定要非常高的可靠性啊，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你可能整个发射台就废材了，而且那个发射台是后边还要发射的。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降落场，就是它这里头啥也没有，是一个大平地，对吧？发不是从这儿发的，那你只要是放到这种地方落下来呢，你还得把它拖回去，一定是说你这个回收的地方离再次发射的地方越近越好，因为你希望快速的把它整备好，可以再放一次嘛，对吧？所以你离着越远啊，这个肯定对于你下一次发射这个间隔就会越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给大家看段视频啊，来，老范，我给大家看段视频，然后那个你们来感受一下。虽然这次出现的可能是上面的那个机械臂，就是塔上的机械臂，不是台子上的，但是我给大家放的这是台子上的，但是大家能感受一下。稍等一段，等会儿，share screen。埃隆·马斯克说，原因是几台发动机没有成功启动，这个反正是，但现在不断的在 X 上有声音在出来。大家看这段是我在我的 X 上给大家发的一个，这是发射台上的，我叫牵制释放机构，就是圆圈里这一圈叫牵制释放机构，它的作用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之前，就是确定要发射之前，先拉住火箭，即使发动机在这块工作，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已经大于火箭自重了，但是这时候火箭还起飞不了，是这些牵制释放机构把它拉住的。那么一旦说确认正常可以起飞，我所有这些机构都缩回来，那火箭就能飞起来了。像原来前几年那个天明公司的那个天龙3做台架实验，实际上它不用牵制释放机构，它就用螺栓固定就行，也是类似的，就等于牢牢的把火箭和发射台固定在一起，也是这个作用。然后旁边的这两个大的这个缩回去的那个，我们是快速拖插装置，那主要是给火箭加注推进剂的那个管接头，实际上是在这两个上面。火箭发射的时候，我们这些机构的动作同步性要求是特别高的。我们一般控制的时序是，首先这两个这个加注的这个管路的，就是它两个大的这个物体先缩回来，然后那下面这一圈这些牵制释放机构再收回去。你像我为什么说这个视频特别震撼，就是这么多机构，一般来讲，我们做火箭牵制释放机构可能就是4个、6个就够了，也就是这个数量。但是刚才这一圈我没具体数，但是这是10几、20个，差别是这样的。所有这些是要有一个同步差要求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些机构锁住火箭，如果我收的时候最快的这个，比方说啊。所有的这些机构都比另外一个机构、另外1、2个机构，比方说早了0.2秒、0.3秒，那火箭相当于不就是歪着了吗？火箭起飞的时候就是歪着的，所以的话，这个歪着以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火箭会不会飞起来之后马上塞到地面上，这就不好说了，这要飞控系统决定。这都不是那个什么我地面系统能够决定的事儿了，所以我的要求，对我发射装置的要求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机构，这个必须动作得同步差要控制在，比方说100毫秒之内，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它都得在最快的和最慢的误差不超过0.1秒，就得收回去，否则它就火箭可能就超出了火箭控制系统、飞控系统的控制范围，那个火箭可能就要离开发射台之后，可能就要失败了。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闭销锁上了，闭销锁上好像是12飞的第一次发射尝试的时候是闭销锁上，那次好像是这个事儿。这次的马斯克说的，我觉得马斯克说的可能是为准。对，就是他一个这个。是，行，老大你说吧。对，咱们继续说这个
回收的事情，对中国现在这种就是反正也算是从0到1突破了吧，甭管咱们是用网系啊，是用船啊，是怎么回收，咱们也是突破了。那么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落下来以后，它那个上面在冒烟啊，因为我们看到猎鹰的回收，包括像超重的回收，这个回收完了以后，下边是着火的啊，上边是不冒烟的。这个为什么这上面在冒烟呢？你看这个就是右上角这个图，它上面在这冒烟，这个到底是在干嘛呢？这个说句实话，因为这很多细节可能得到具体你到现场，就是真正参与的人才能清楚。咱们现在所说的纯粹就是瞎猜，这是第一个，只是推测有几种可能。我看到有的说法是说，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多余的推进剂，或者是液氧也好啊什么的排除，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的说是启动了姿态控制系统，这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这种解释和颜色可能稍微有点差别。正常我们理解的话，如果要是出现这情况，应该基本上白烟或者是什么，应该是不是黑烟？好像是有点黑烟啊。我不太确认，有点像是黑烟。如果要是黑烟的话，会不会是某些地方燃烧了？但是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星舰最开始的时候是冷分离，猎鹰9是冷分离，这个星舰呢是这个最开始的冷分离，后来改成了热分离。什么是冷分离？什么是热分离呢？实际上是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是火箭的1子级和2子级有冷分离、热分离2种方式。冷分离就是先分开，2子级再点火。大家简单的记住这点就行了。冷分离就是先分开，2子级再点火。热分离是2子级先点火，1、2级再分离。这再分开，1、2级再分开。记住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飞控模式。那这个2种不同的飞控模式之下，就会导致2种不同的这个火箭舰体的结构设计差别。大家看现在屏幕上最左边这个图，这是联盟火箭，俄罗斯的联盟火箭的这一个图，它是一款2级火箭，它采用的是热分离。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我红色箭头所指的1级和2级之间是一个横架式结构，是空的，中间只是几根柱子在那儿撑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分离前2级发动机就点火了，那些火焰产生的燃气流要排导，所以它是空的。那中间这个图是改进后的星舰，它也是热分离的，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超重和飞船之间它是空的，对吧？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假设这个再看长征10号乙吧，再看最右侧这个图，那么我们能看到红色箭头所指的应该就是1级和2级的结合部这一块。这个结合部我们没有看到它这个空，它是封死的，所以它应该采用的是冷分离，也就是2个分开之后，这个2级再点火，它本身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如果要是热分离，那么我可能这火焰直接就这个烧到了你顶部，比如有一些涂层啊什么的，烧的这个烧到这些涂层之后，这些涂层着火，然后它就会燃烧。一般来讲，冷分离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火箭这个1子级顶部的某些这个阻燃可能做的不太好，某些物质着了，这是一个分析嘛。所以那长征10号乙有可能是什么呢？通过这几个分析，有可能是采用的是冷分离，但是在1、2级分离距离还不足够远的时候，上面2级的发动机就点火了，然后
10号乙的这个一子级，我们也还是在看这个10号乙，它的这个我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部位，其实并不是像中间这个星舰这样，它直接就是柱箱的顶部，它是一个仪器舱，你可以看山格垛都在上面，所以它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仪器在里头的。那这些仪器，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防烧蚀涂层啊什么的都在这儿。这个可能是造成它分离之后，一方面2级和一子级距离还不够远的时候，2级发动机就点火了。然后另外它的这个仪器舱的顶部可能也只是做了一些防烧蚀处理，它可能没做其他处理。这样的话可能造成了局部的燃烧，这是一点。所以的话，它有可能会产生一点这个黑烟。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并不一定对，只是我感觉的，并不一定对。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就这个从最后它还是成功的回收来看，这没有对它的整个飞控产生影响，没有对火箭的回收产生影响。那以后就是改进的事儿，这就是用口头话说就是小毛病了，以后改进就可以。小毛病，是我看在 X 上面，马斯克讲的是。一些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中止，现在正在卸载推进剂，下一次发射尝试希望在几天内进行。那么就是应该很快还会再放一次。对。那么从他讲的这个话，实际上星舰12飞的时候就也已经暴露出发动机还存在问题嘛。我给大家出示的那几张图都是发动机或者是发动机的燃料供给系统有问题，所以这次发动机好像是不是马斯克说是发动机的问题是吧？对，没点着。对啊，就是发动机还有问题，所以 V3版猛禽尽管我们看着很好，但它毕竟是个新的东西，所以它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完善的，还是要改进。是。那从现在马斯克说的这个话来看的话，就是美国的 NASA 给他的这个发射的许可窗口还是比较宽松的，不是说我出了问题以后就要重新审批。对，它的窗口一般都是为几个月时间之内嘛。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而且也不算出了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有时候出大问题肯定就需要重新审批了。对。没有造成损坏，你怎么去判断人家没有造成出了大？对啊，没有造成重大事故，这不算事故。是，了解。对，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网系回收这一点，因为我看到 X 上面有很多人在传一个视频，就是说咱们国内的这个回收直播很快就结束了，而后面还有一段就是那个火箭在上面晃的，来回晃。这视频我有给大家看，这有，是这个吧？右边的，对，这我有，但这是不是加速了？我不知道，这从网上下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加速了。你看上面这时间呢？我看这时间在走啊，你看看那时间算加速了吗？我没比，我觉得没比一下吧，它是不是加速无所谓。待会儿咱们可以说，等你问完问题，咱们可以说它是不是加速无所谓，因为你就跟一个挂钟似的，这是正常现象。甚至如果船真稳定了，最后一切都稳定了，它摆动频率我都可以给你算出来，它会怎么摆。是，跟钟摆一样。对，对，像这种网系回收，是不是就是我们对精度的要求就是稍微低一些？你看怎么说？你比方说网系回收，你所谓的精度，我理解应该是指就是落点和实际落点和预计落点这个偏差降落的这个，对吧？就是在这个等于是一个2维的在平面上的偏离的这个。由于网系回收有这个绳网有这个绳子是可以动的，对吧？绳子是可以动的，你看
看看啊，在这儿，就大家可以看嘛，这绳子是可以动的，可以在这个上面移动的。所以的话，由于绳子可以移动，所以你稍微偏了一点儿，我可以绳子移过去去接你，就像打棒球似的。你可以把火箭想成是进攻方，然后那个防守方的这个队员就举着手在这块满场跑着去接这个球去，是可以这样的。所以只要是在它的这4个支柱的范围之内，这个网都可以移动过去去接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飞控最后降落，我刚才已经说了，飞控你把它分成2段或者3段，第一段是分离后是不是掉头问题，第2段是中间飞行问题，第3段算是最后降落的时候这个飞控。那最后在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有网肯定是要好一点吧。是，这是这个事儿。就是对这个容错，反正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吧。因为你比如稍微歪一点，可能对于猎鹰九来说，它就倒下来了；对于它来这个，对于网子来说，不是挂住了就完事儿，你在那晃荡吧。对，但是就是说啊，网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其实是还是看这个视频。不过别看右边它这个来回晃的，你看左面猎鹰九，这应该是2015年猎鹰九一次这个一子级尝试在无人船上回收的实验。那这次的结果，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失败了。它是什么呢？猎鹰九成功的降落到了无人船上，但是有一条支腿出了问题，结果这个最后一子级倾倒，然后爆炸了。结果是这么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倾倒了。爆炸了。对，所以用网系就绝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会是倾倒。你只要落下来了，就可以就不会倒了。这个很简单嘛，大家直接想都能想出来，是吧？然后我再来说怎么解决这个晃动问题。实际上，这个领航者号无人船上，实际上网上面有一层是用了，这个网是分2层的。上面一层是个井字形，这个网所谓的网是一个4根钢索呈井字形排列，然后接住这个一子级，这是上面这一层。下面还有4根钢索在底部。平时着陆前的时候，就挂住之前，它可能和甲板是平的，它没升起来。等到接住了之后，它这个晃动在幅度减小。在这个这4根钢索的形成这个井字形井口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时候，这4根钢索在升起来，然后在这火箭下部某一个部位，距离底部不远的部位，然后这4根钢索再向一起靠拢，就井口收缩，再把它套进去，不就不晃了吗？这个领航者上有这套结构的，所以这就解决了，不是个大事儿。不是个大事。网上的这些，对这种嘲笑，它用这种挂住的这种方式本身，它就必然存在晃，所以没必要嘲笑的。这是它设计原理就必然存在晃动，它几乎没办法，几乎很难说把这些消除。我控制精度好了，它晃动弱一点；控制精度差了，它晃动大一点，只是这个而已。你是没法消除，就跟那个钟摆似的。挂的一个，你拿根绳拴个重物放在这儿，没有扰动，它可能能这个直接稳稳的这么挂着，有一点扰动它就晃起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原理。是，这个还是很有趣的一个尝试吧，就是至少我们又换了一种尝试方式，而且咱们自己啊，这个也有上直腿的嘛。对吧？就是也有它往地上老放支腿都有，但是对，但是我现在刚才看到别人的一个，然后我想稍微他这个解释一下啊。有人说到外星去肯定要用支腿什么的，你说的没错，但外星是2子级，是上面级，是载荷的事儿，对，不是这个1子级的事儿。我们现在说的相当于是1子级这样的事儿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咱们继续。
那么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实现网系回收，到真的去进行复用，这个中间还有多少个步骤需要走？就还有哪些实验需要去做呢？先不是说实验，先是说你实际的能力是多少。对，大家来看啊，这个我们现在来想，就按这个长时乙的这个一二级分离之后，整个这个飞行时序，首先起飞的时候，一子级的发动机要做一次点火，对吧？起飞的时候要做一次点火，分离之后，那么它要做一个这个摆尾啊什么这个动作，这时候它可能还要再进行一次点火，这是2次点火啊，一子级的发动机，我不管点几台，反正它其中肯定有一部分要点了，最后着陆的时候还要再进行一次点火，等于这一下发动机就进行了3次点火，最少进行了3次点火。如果要复用前，你还得做实验吧？你像009可能做静态点火实验，那这是4次点火，然后下一次发射再3次，所以假设只复用1次，最少经历7次点火。这是最顺利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动机是不是做到了能重复点火这么多次？这个我不清楚。这不是个简简单单的问题，重复点火这么多次，这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液发 100K， 这是长征10号乙用的这个发动机嘛，液发 100K 是不是做到了这种水平我不清楚，也没有看到。我们知道它可以再次点火，但能再点火多少次不清楚，这是一块。然后下面回收的时候大概有多少损坏？我首先说网系回收，刚才已经说了2个好处了，是吧？这个不会倒，然后什么的，然后这精度要求也可以低一点，这是对飞控而言。但是它怎么说呢？它也有问题啊，就是你我再说它的第3个优点，就是它因为像支腿回收啊，支腿着陆的时候，实际上是控制全在火箭上。火箭的话，如果控制不太好，它着陆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它的冲击就比较大，对火箭对这个舰体的冲击就比较大，就相当于你撞墙嘛，很低的速度撞墙和比较高的速度撞墙的事，就是这好理解是吧？但是网系的话，它着陆到网上，这个冲击是由我设计网上的减震系统来解决的，所以它的这个减震也由地面解决。总的来讲，更确切一点的说法，网系回收其实是把原来像009火箭这些很多技术难题都集中在火箭上的，变成由地面的这个回收系统来解决一部分。等于把难度分摊了，但是造成的缺点就是你的这个网系回收系统要比那种支腿回收系统这一部分要复杂多了。然后那现在再说回来，你刚才不是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复用吗？能复用，或者说大概还要分几步？我觉得首先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的话，那就看它这次飞行过程中分离之后到最后落到网上之前，会对整个这个一子级造成什么损坏，这是舰上的事儿。这是舰上，我觉得主要这种如果造成了损坏，问题也都不大，因为那都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材料什么的，这都是相对来讲小问题，不是特别瓶颈的问题。那最后落到网上，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它的冲击更小，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你发动机的复用次数到底是多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猎鹰都是什么10几手、20几手，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发动机30几手，就是30几手，就只管点了关了点这个事儿，我以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事情呢。对 SpaceX 可能是比较容易了，对其他公司不一定。对其他公司不一定。对，等于就是这个火箭设计的时候，他们也没想过这事儿。不是火箭设计，是发动机设计。不光是发动机设计没想，而是说可以解决了之后，我解决了你可以多次点火的问题，
我可能就会造成发动机的重量的大幅上升。这个一个是重量大幅上升，然后这造价会大幅提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看吧。基本上比方说啊，长征10号的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它的这个发动机叫液发 100K 系列发动机，它里面其实分好几种啊。它这个液发 100K 发动机本身我先说液发100吧。液发100和液发 100K 差别在哪儿？液发100用的是长征7号、长征5号的助推器，用的都是液发100。那长征10号用的是液发 100K。液发 100K 和液发100的区别，最主要的在于，液发 100K 是可多次点火的，可2次点火的。就是说我们想复用，必须得多次点火、2次点火嘛。所以这是100和 100K 的区别。那 100K 这里面也有很多区别。100K 它里面最少分3个型号，第一个型号是喷管不能摆动。第二个型号。第二个子型号，就 100K 下面的子型号是喷管可以单向摆动，就比如要么左右，要么前后。第3个子型号是喷管可以双向摆动。据我所知，长征10号乙这个1子级上7台发动机可能有4个的喷管是不能摆动，有3个是可以双向摆动，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因为喷管能摆动，也增加重量，也增加成本，也增加所以你刚才所说的，包括你这个可以多次的重复点火这个事儿，它也是要增加重量，要增加成本的。但最后能不能做到一个你可接受的范围，等于 SpaceX 摸出了这个规律，它就能够做到。它不光是说这个可以复用次数很多。它9个发动机喷管全是可以摆动，所以就是说，等于就是你的在技术对发动机这个认知上和 SpaceX 这个梅林1D 发动机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差距。OK， 我现在也看明白了，你们这些设计火箭呢，就是重量就是大敌，对吧？只要是能够省一点的，就坚决不浪费。对啊，像你做手机也一样，我能轻1克，我肯定给它做，哪怕轻1克呢，对吧？这个手机是另外一回事。手机呢是现在主要做薄，而有的时候要专门做重，因为呢你压手感了以后，就是它可以这个什么多卖钱，因为有些人喜欢沉的手机，但是呢你必须做薄是真的。是这个有些人不太满意，说啊你是不是双标了？你是不是这种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你自己觉得啊这个事儿说多说了一句，那个事儿少说了一句，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个什么大问题啊。你看我前2天骂了小米的，他没看，对吧？然后骂了富盛的他也没看啊，他说啊这个你看我没看着，他就认为这个事情不存在啊。这种没不用去管它了。对，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那么就是以中国现在这些火箭公司的水平，想要达到猎鹰9号这种反复发射的话，可能今年还是稍微有些难度的吧。不是说今年了，那个你这个复用，你说达到猎鹰9水平，然后反复复用，实际上是2个标准。猎鹰9这个标准达到猎鹰9的水平，这是更高。猎鹰9现在是30多次的复用水平，好吧？这是，所以然后你要达到复用，那是猎鹰92018年的水平，2018年的水平。所以实际上这是2个标准。我觉得，从这个回收成功，如果快的话，复用2年时间，1年半，就有可能我们就有可能能够看到复用。但是这里面还是那句话，刚才我说的，发动机到底能够再次点火几次，能够点火几次？这个涉及到好多东西呢，什么你材料是不是过关，各种各样的，可能你都要解决。
因为你这一下子只要只要火箭再做一次复用，那你可能又面临着要增加3、4次点火次数。现在能不能达到我真不清楚。它不是只是在点，我不是说复用一次只点一次火，这里面点火点次数多了。是这样的，了解。那么这个关于网系回收的事情呢，我基本上算是搞明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回到马斯克这儿啊，因为前2天马斯克跑去跟山姆奥特曼吵架，因为这个什么苹果起诉山姆奥特曼嘛，然后马斯克就骂他说：“你看看，你把我的这个 OpenAI 啊，从一个公益组织变成了私人公司，你盗窃了我，现在你又去偷苹果，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呀？”然后山姆奥特曼就说：“你现在是上市公司了啊，你号称要去发这个太空算力中心，你如果发不出来的话，这个 SEC 会处罚你的，对吧？”然后马斯克就开始讲说：“哎呦，我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开始做测试了，对吧？”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呢，像孙正义啊，就是软银这帮人就说你费这劲干嘛呀，对吧？咱们在地面上建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弄到天上去呢？对吧？这个你是怎么看的？这个我觉得孙正义说法有道理，马斯克说法也基本上也有道理，就是说是，你看你的眼光的尺度吧。我觉得啊，马斯克可能有忽悠的成分，就是说可能他忽悠人应该是说太空算力中心更早就会到来，他应该是这么忽悠的。但是未来是不是肯定会建太空算力中心？我觉得在长未来，比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10年、20年这个尺度，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放到比如说3、5年，我也觉得没必要。我有一朋友在网上一直都说太空算力中心解决什么电力问题，说地球供电不足了，那纯属扯淡。我有一朋友在四川，他就在天力系统内的，他那个四川是发电大省，水电什么的一大堆，他那儿的电便宜到什么程度？就给居民用电啊，给农村的这些居民用电，2毛钱1度电，就是不是高峰期时段，就是低峰时段的时候，2毛钱1度电。你觉得那电很贵吗？当然，在新加坡的时候那电就很贵了，在泰国的时候那个电大概要比我在上海或者在北京要高出50%左右。这个电价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你到时候把算力中心配到电价低的地方就完了嘛。本质问题你把它配到低的地方就完了。但是你要在太空，我们现在基本上这种光伏理论极限，我们知道在太空大概每平方米的这个光照强度是1060瓦还是1160瓦，我记不太准了，差别就是这么大。然后你得这些光就这么多能量，你能够算上转换效率，理论极限大概就是每平方米500瓦，500多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目前的实际应用到国际空间站、天宫空间站上面的太阳能电池板，大概每平方米300瓦、350瓦，这就是这个现在的状况。在实验室里的下一代的能做到400瓦，这就是实验室里的水平，就等于下一代水平了。然后这些光伏电池不是大家在想的说什么中国光伏产业世界领先，那个普通的你家里用的那些太阳能电池板，那根本就不行。那火箭那个发射成本，你那个那么重，发射成本算下来根本就不划算，所以都是薄膜式的，都是只是大概是0.几毫米这样的一个薄膜打上去的。这种薄膜式的，然后转化效率啊，我多说一句，你们现在家里用的那些光伏板的这个每平方米的这个发电功率可能不到200瓦，和我刚才说的300多瓦、400瓦那差的，基本上要低，只有它的40%、50%这样的水平了。然后再加上重量，那种薄膜式的，然后每平方米350瓦的这个发电功率的这种太阳能电池板，可能这个每平米是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不是你那个说是什么每平米几块钱、几十块钱的水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在太空建算力中心，首先从这个发电成本上来讲，就不是很划算，因为你不是打上去永远就
就可以那个不用管它了。你要维护这些卫星，大概5年的寿命，5年的寿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得给卫星不停的进行推进剂补充。当然，马斯克也在做在轨推进剂再补充，如果这个成功了，也对这个算力中心有帮助，但是那也是以后的事儿，是吧？所以这是这是电力来源，然后散热还是那个问题，散热也以前咱们做节目给算过，那个面积可能和太阳能电池板大概60%-70%，散热的比较好的话，大概，所以你整个那个算力中心你自己算，每平方米500瓦，你就按500瓦算，然后你算你那个算力中心要耗多少度电，然后你算那个面积，马上不就出来了吗？电池板面积多大，然后散热器的面积可能是它的70%，你自己算，就是这就是规模，然后卫星和卫星之间的通信，所以种种这些因素比较一起，我真觉得在目前技术水平，或者说5年之内的技术水平，建太空算力中心都属于不划算的，就是这块。但是我们看啊，当年马斯克提出来星链的方案的时候，大家也都笑。提出火箭的可以复用的这概念，大家也都笑的。经过这20年，火箭也复用了。它2002年成立的 SpaceX 嘛，经过20多年，火箭也复用了。星链现在大家也都认可了。假以时日，我觉得太空算力中心也是会被认可的，但不是，比方说5年之内这么短的周期。是，大概是这意思。因为现在马斯克真的要想去放这个太空算力中心的话，他第一个芯片他得自己产，就是他的这个叫 TerraFab， 他的芯片工厂现在还8字没一撇呢。就是他如果真的惦记把英伟达的芯片打上去的话，应该不够他造的，因为现在英伟达的芯片地面上都不够使。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也是，他现在据说是已经批了地了，准备去造一个巨大的这种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或者太阳能板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就是马斯克就属于什么都是我得自己造，对吧？因为你达到他这个量级了以后，整个全球供应链是供不上的。他不光是这个，而且我跟你说，他最关键的是他有很多特殊要求，所以人家没时间给他造。你比如啊，就是说你说英伟达这种芯片，你想的是就把英伟达芯片打上去了，可以，那我得加好多太空防护，我得适应太空环境，就太空的辐射更高，会造成它的那个什么漂移、电位漂移啊什么的那些问题，我可以通过其他手段、防护手段来解决，但是所采取的这些手段都要增加重量，是吧？都是重量。最根本的，如果我在芯片上本身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辐射这一块，我加以预防，那样的话增加的重量可能少。所以它关键的实际上还不光是自己造的问题，是它有很多特殊要求，而现在地球上的这些厂家，设计的时候都没设计它的产品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它这项东西是应用于太空，而那些应用于太空的，实际上都是生产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009火箭，只有 SpaceX 那个规模上去了，剩下你再看其他所有的，有哪个上规模了？没有吧？是，对，所以他自己建厂、自己建太阳能，本质是这个，包括太阳能也一样。你们那些的太阳能，中国所有的这些光伏，就是说规模化来讲啊，上规模的没有适用于太空。我说这个话应该没错，没有适用于太空，太空有特殊要求。对，是，了解。对，关于这个在 SEC 就是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吹牛逼到底要不要交税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啊。马斯克实际上是被罚过钱的，就是他当时说我已经准备好钱了，准备回购特斯拉，让特斯拉私有化。这个话说完了以后呢，对于美国证券市场上来说，这个叫虚假陈述。当时是罚了特斯拉2000万美金，罚了马斯克个人2000万美金，而且马斯克
不能再当特斯拉的董事长，要3年之内要退出，要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至于其他的事儿呢，比如说马斯克说，哎，我今年准备卖50万辆特斯拉汽车啊，然后这个没做到，当时呢是引起了 SEC 的调查，但是并没有去罚钱，因为马斯克经常在那放炮，说我今年干这个，我今年干那个，然后经常是叫什么呢？就是他们内部叫 Elon Time， 叫埃隆时间，意思就是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时间上可能需要放大个3-5倍以后再看。这种事儿呢，对于证券市场上来说呢，不算是这种完全的虚假陈述啊，但是呢，它经常会引起调查和警告，不会直接罚钱。但你如果说的太多了，或者对于股价有巨大的影响了以后，那是有可能就是它从调查走到这个警告或者是处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山姆奥特曼说，哎，你牛逼吹过了，然后你到底准不准备兑现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讲的，他们准备发一个圆饼上去啊，据说就是是不是要快递下来？就是说我把它放上去以后，然后当这个发射成本很低了，只管往下扔，是不是就可以有很便宜的、很高速的这种叫做太空货运了啊？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对，就是这个圆饼。对，Starfall，星落，现在国内翻译叫星落。实际上这圆饼前段时间是用009火箭发了一个，这圆饼尺寸就是大概直径3.1米，厚度0.75米，然后大概它可能自身的重量可能是我记不太准了，400-500公斤吧，大概是这个，然后大概能带100-200公斤的这个载荷返回地面。直径3点几米，要用009发射还正好合适。009的整流罩5米多嘛，舰体直径是3.7米。如果要是用星舰来发射的话，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适配器，就等于一层带4个，然后可能一下搞好几层。反正马斯克也爱搞刀片卫星嘛，这也是这适配器也是刀片型的，这样的话一次可以多带几个上去。但是这种东西啊，说句实话，具体它能够怎么样，我觉得主要看用户想不想要这个东西，就是用户的需求。不要以为说我这可以用来做快递，比方说我从纽约打一个，然后落到上海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没可能。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啊，好像我这么飞一下，也就是20分钟时间就到了。全球快递好像挺好，但你别忘了，火箭发射是有窗口期的，而且火箭发射有可能随时改期。你像今天不就改期了吗？是，所以你这个准时性其实是难以保证的。用火箭发射这个准时性远比不上像航班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所以想靠它来做快递，大家不用太想。但是假如比如我听说在太空。比如如果要是生成这个硅的话，那么它由于太空的低重力环境，硅的这个结晶会更好。假如你可以把这些一个小的这个生成这个硅晶体的这个结构装置，给它放到这个星 fall 里，这个 Starfall 里，星落里，那么我就可以让它在太空生成了以后，然后再落回来。就是类似这样的，或者是太空制药啊什么的，你把一些小装置放进去，然后就这个生产完了，然后它落回来，这样落回来降落在海面上，我再打捞起来就再用就可以了。这个大家要知道，它对标的是什么？以前做这个几乎没有人做，是为什么？以前都是用货运飞船，就是用飞船载人飞船，货运都不行，大部分货运飞船是不可重复使用，除了马斯克的可以。剩下都不可使用，但是即使是马斯克的飞船，打一次用一次，可能也是上亿美元。你有哪些公司会有这种需求？但是像现在，我可以比方说一下带10几20个这个上去，用009的话带10几20个，要是用星舰的话，可能一次能带100-200个了。
这个上去，那我可能每定一个，你可能5万10万美元，很多公司就会来定这个来进行它的太空实验，然后开发新的，就等于这个东西会生成出很多新的应用领域来。OK， 原来那个你买不起，现在的这个你一个 startup 有创意就可以买一个来做了。这是等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域。对，这是完全蓝海，全蓝海领域。关键你要想，我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到太空上去造完了以后，它就性能特别好，然后到地能卖高价。特性，对，至少可以先试一试了。对，有很多药品，我相信肯定是。然后 OK， 对，就是这类的需要高纯度的东西，高纯度的动力都会。然后这种晶体肯定也是没有重力影响，晶体生长会更好。我们好像原来也干过这种，就是把种子发上去，然后靠太空辐射还是靠什么东西，然后得到一些这种特异性的种子，然后去看看能不能把这种特性慢慢的稳定留存下来，去搞这种事情。那个的话是另外一回事，那个你实际上这一种子你就带到太空去，这个放到空间站上就行了，因为种子它等于经受了辐射，然后选里面这种性状好的，然后它实际上是什么？是带到太空去，然后再带回来，然后在地面上筛选性状好的，然后把它作为这个，我不知道在农业上这叫什么，就等于把这个种子做成再把它复制完了以后向农民发放，然后再全面种植，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太空运动。但对于这种 Starfall 它不是 Starfall， 你没必要，那个带不了几克上去，用那些空间站宇航员返回的时候带回来的就行了。这个是你可以将来量产的。你要想量产什么东西，比如芯片的那个硅晶体，你可以让它在这里面生成，然后这个硅晶体的纯度会更高，生成的结构会更好，它可能在卖的价钱就要比我们在地面生成的最好的硅晶体价格要高。是，对。刚才我看到有人在喊说，这个今天晚上 SpaceX 的股价是不是就要发生一些变化了？有可能，它本身已经跌破发行价了，已经跌到135以下了哈。对，是的。这个，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交易嘛，他们应该是晚上9点开始交易，9点还是9点半开始交易，现在大家就可以去做空了哈。这个就是上市公司确实是跟普通的这种非上市公司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你做空我不太懂，我不会没玩过，从来没玩过。但是你要看它什么时候发射了，它比方说它明天又再次发射，对，我们反正然后有时间呗。对，我们盯着时间看看下一次发射什么时间，然后咱们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网系回收啊这种事情需要讨论了，咱们只管去这个什么就行了，只管去看它的真正的星舰发射上星链卫星 V3 发射上去以后怎么并网就行了。而且下一次的话，这个星链卫星上会有6颗是带摄像头的，是吧？对，几天？有6颗会带摄像头，是不一定是几天，有可能是几个月。但是反正马斯克讲的是几天吧？马斯克讲的几天啊？那就几天吧。因为这次发射它毕竟是个亚轨道嘛，是个亚轨道，所以上去以后高度速度都不够，这些星链卫星放出来了，它在这个太空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是，了解。那我们差不多是这些情况，然后呢，也感谢大家早起陪我们一起去守候这个 Starship 的第13次实验吧。虽然这一次没有成功，但是应该几天之后啊，我们会盯着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呀？我稍等一下，我就是想法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总是觉得，哎呀，失败了，在网上就那个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搞航天的，实际上搞科研的，一直都是这一点。失败就是说碰上问题了，不怕这个碰上问题，碰上问题更好，我就可以改进。最怕的是你一直发现不了问题，然后这个隐患一直存在。就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点，发现问题了很好，我改进，因为我还要再发射，所以我改进，下一次我就能做得更好，没有问题。就怕这个闻过则喜，对吧？就是知道哪有错了，我很开心啊，是这样的一个。对，最少我们做研制、做产品研制什么的，确实是闻过则喜。你就是只要不是说我就做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是不能闻过而喜。如果我是做这种产品研制什么的，那肯定是闻过则喜。我又没有上市，现在还没销售呢。要是销售了，这已经上市场就卖去了，可能我要掩盖。现在还没卖呢，暴露出问题我改就完了。对，好啊，那么我们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还是要提醒啊，咱们不做具体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就是你如果现在建议去做空做什么的话，你要相信有的是巨鳄比你手快的，对吧？这个大家要稍微的谨慎一些啊。而且这些大的机构经常干一什么事儿，就是在大家觉得一定会有利好的时候，这个股票一定会跌。比如说 iPhone， 每次 iPhone 发布的时候，苹果股价都会暴跌，跌完了以后再慢慢涨回来，对吧？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 ，iPhone 涨得真棒，我要去买股票，对吧？它嘁哩咔嚓先给你砸回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啊，不要去做这种这种具体的操作啊，或者说我们不做这种建议。你们赚了是你的，赔了也别说我啊，大概是这样。因为现在 SpaceX 是一家上市公司了，会有一些小变化了。是，对，反正看看吧。马斯克后面如果星舰成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我是觉得实际上就是给大家画一个前景嘛。如果月球、火星做得更好，那马斯克这边的 SpaceX 的确还是很有潜力的。现在买 SpaceX 已经破发了，都是信仰啊。我们真信这个东西就留着就完了，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哎呀，你看看，真的，你看一下那个比特币不也是吗？这个波动哎，现在今天是6万2还是6万几？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拜拜。结束。